云南抚仙湖是一座怎样的神奇湖泊？看似普通的外表藏着什么秘密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据说抚仙湖水深不见底，一旦落入湖中，别说是人，就连轮船也不能幸免。1992年，一艘载有数百人的观光轮船在航行时不幸沉没。经过救援队不分昼夜的搜寻后，还是没有发现乘客们的踪迹，所有的人都在那场灾难中失踪了。直到30年后，抚仙湖的秘密才逐渐被人们发现。而这次发现的不仅有30年前的那艘沉船，还发现在抚仙湖的水底藏着一个叫千年狮林的地方。在那里，科考队看到了大量的古代木乃伊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科考队的潜水设备却发生了故障。据队员们事后描述，当时的湖底就像是有一只吃人的怪物，不停地拽着他们往下沉去。这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了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人们对抚仙湖的探索却并未止步。那么在这一片水底究竟还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到底是该相信灵异事件，还是相信科学呢？抚仙湖的形成与云贵高原的抬升过程紧密相连。大约在300万年前，由于地壳板块的剧烈运动，喜马拉雅山脉开始崛起。这一地质活动不仅改变了整个云贵高原的地形地貌，也为抚仙湖的形成埋下了伏笔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地壳板块间的碰撞和挤压产生了强大的构造应力，这些应力被作用在了云贵高原的岩层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断层和裂隙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。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，这些断层和裂隙不断扩张深化，最终在重力作用和地下水的侵蚀下，形成了一系列的盆地和洼地。抚仙湖就是这些盆地和洼地中的一个，而且还是其中最深最大的一个。云南抚仙湖断崖式水位有多可怕？它是云南省的第3大湖，湖泊总面积212平方千米。虽然这个数字称不上多么的庞大，但是它的蓄水量比太湖还多4.7倍，这足以看出抚仙湖有多深。水底呈断崖式分层，即使水面看似风平浪静，但实际上水底却处处暗藏着危机。看着水面不深，但是很可能再往前一小步就会踏入深渊。很多人慕名来挑战抚仙湖水域，但最后大多数都葬身水底，所以抚仙湖也被大家称为水性好的人的墓地。正是因为抚仙湖水底深不可测，对湖底的探索较难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关于抚仙湖的灵异传闻。那么抚仙湖究竟有哪些传说呢？其实关于抚仙湖的传说有很多，但流传最广的是以下2个。传说抚仙湖是中国的百慕大。其实这个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在抚仙湖上空曾出现过多次飞机失事事故，这些飞机一旦到了抚仙湖上空，就像是鬼使神差一般不听使唤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一架飞机正准备降落到云南的成贡机场，不料却在下降途中突然偏航，直直地朝抚仙湖畔的老虎山上撞去，当场机毁人亡。类似的事件还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，一架军用飞机在途经抚仙湖上空时，突然仪表失灵，飞机失控，最终坠入到抚仙湖中。飞机在抚仙湖上空总是会莫名的失事，导致这一片湖水上空被列为航空禁飞区。而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故，至今都没有找到原因。还有一个传说，就是抚仙湖竟存在着水下尸库。2001年，东方时空节目组首次在抚仙湖水底进行水下考古，并且对这次考古进行了全程直播。但是当大批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这场水下探险时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意外事件发生了。在直播进行到168分钟时，竟突然中断。发生这么大一起直播事故，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有传言说，当时节目组是在水下拍到了不该拍的东西，只好暂停直播。
2005年，一支考古队潜入抚仙湖水下勘测，没想到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异常的区域。经过进一步的潜水勘探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这片区域竟然是一处被湖水淹没的古代遗址。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遗址中散落着大量的人类遗骸。这些尸体的保存状态异常完好，并且奇迹般的排列有序，男尸前倾，女尸后仰，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故意摆放的一样。不仅如此，随着科考队的进一步探索，还在水下发现了大量的城墙石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座类似金字塔形状的水下建筑，高达20多米，相当于7层楼的高度。所以有人猜测，这抚仙湖水下可能还存在着一座城。那抚仙湖部分传说的科学解释是什么？虽然关于抚仙湖是航空禁飞区这一传说至今还是坊间传闻，没有人知道这一传说的真假，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关于抚仙湖的水下尸库这一传闻，早在2014年科考队就已经给出了答案。2014年，为了解开抚仙湖水下的秘密，科考队联合央视再次对抚仙湖进行探索，而这一次下水的时间长达20多天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科考队这次有了重大成果，证实了抚仙湖的水下确实存在古建筑遗址，还发现了大量人类生活过的痕迹。既然抚仙湖水下有人类生活过，那就有可能是因为千百年来地形变化，使原本的陆地变成深不见底的湖泊，又因为水下温度低，让尸体保存的时间更久，再加上水中矿物质的影响，时间一长就导致尸体表面钙化，经历10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，最终以木乃伊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当然，对于灾难因素导致水下尸群这一说法只是猜测，毕竟很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现代人无从知晓。但是随着科学水平的进步，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这些谜团的答案都会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在此之前，就把这些传说当作是玄幻故事吧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